明天早上8点最后通牒，30万贷款再还不清，你这破农家乐连带整座山头，法院全给你强制拍卖。王经理，再宽限2天，我仓库里还有几千斤土豆和白菜，喂猪都不够抵债的，等着睡大街吧你！真特么倒霉。去地下仓库看看还有啥能卖废品的吧，能凑一点是一点。我操，这他妈什么鬼东西？苍天在上，大前历代先祖在上，大雪封城3月，国库无粮，柴火早已烧尽，满朝文武冻死过半。我大钱当真的要亡在此等天灾之下了吗？若有神灵，求求您降下一丝温热，青皇愿以魂魄献祭，换我大钱100万子民留存一线生机。谁在说话？哪个剧组在这儿拍古装剧？特效这么逼真？你是何人？为何身披奇特绿甲？难道先祖显灵，神明下凡？活物过不去，这绝对不是全息投影。神明为何不可触碰？你连秦皇的献祭都不愿接受吗？门外的御林军已经全部投降了，再过1个时辰，我也会变成冰雕。大钱真的要绝种了！别撞了，我过不去，但我手里的东西好像没受阻力。接着，把那水喝了，衣服裹上。这是何物？好烫！这是封印着天火的神器。纯阳仙液，这是纯阳仙液，神明赐下了纯阳仙液，我活过来了。柔软如神兽之皮，内藏不灭之火。神明，您终究没有抛弃大钱。殿下，这是何等炽热的仙物，我们没下地狱。大钱社长公主李清皇叩谢上界先生救命之恩，先生赐下天火仙衣与纯阳仙液，救我于将士性命，清皇无以为报。大钱国库已空，唯有这祖传龙佩，愿献于先生，聊表寸心。拿着这个，别碰上面的红色按钮，也别乱拧侧面的旋钮。你那边不管说什么，我这边都能听见。有事我会喊你。清皇谨记先生法旨。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买一个春天回来。大清早的催命呢，什么东西不能白天交易？东西在这儿，看完再说。包浆，这是1000年的传世包浆，五爪金龙，开国皇室的规制，这不可能！小兄弟，这东西是你家传的？金老板，行里的规矩只看东西不问出处，你只需要说这东西值多少钱，敢不敢收？300万，我个人收藏，直接转你指定账户，没人会查。我也不用你多给，500万一口东西归你，交易完我们2清。行，500万就500万，我这就给你转。哎，小兄弟，以后有好东西一定还找我啊，价格绝对公道。林野，时间到了，30万你拿不出来，这片地连带你那破彩钢瓦仓库现在归我们公司了，赶紧收拾东西滚蛋！谁告诉你我拿不出来的？哥，10万千万500万，你哪来这么多钱？你去抢银行了？30万可惜，我10分钟前已经转到你们公司账户了。现在带着你的人立刻离开我的地盘，再敢私闯，我直接报警，告你们非法侵入住宅和寻衅滋事。喂，李厂长，我是卧龙山庄的林野，我要买煤，不用好煤，就你们厂压库房的那种最便宜的蜂窝煤，先给我来100吨，对，越多越好。今天天黑之前，必须用大卡车给我卸到卧龙山庄的后院。喂，张老板，暖宝宝贴先给我来10万片，要最厚最保暖的那种。劳保大衣、军用大红毯子有多少要多少，全按卡车装。对了，再烧100吨护手霜和绵羊油，女士的，滋润效果好点的。那边天太干，冻裂手。
长公主殿下，昨日大雪又冻死流民3000余人，如今国库空虚，连半块木炭都拿不出来。再这样下去，我们全都会冻死在这金莲殿上。微臣头愿意捐出珍藏的10万斤银霜炭，解国之倒悬，但条件是长公主需交出虎兵权，并下嫁给老臣的长子赵林。长公主想还是死？给你1个时辰考虑。木炭，这该死的木炭，竟然成了乱臣贼子谋朝篡位的利刃。难道我大钱真的要亡在这天灾人祸之下吗？神明，你在哪里？没有我赵家的木炭，今晚全都要冻成冰雕。哟，这老东西还敢趁火打劫，胆子不小啊！几根破木头烧出来的炭，也敢拿来威胁一国之君？李亲王下朝来地宫，我送你一场泼天的富贵。他来了，他果然没有食言，神明没有抛弃大钱。赵渊，你真以为大钱离了你那点破烂木炭就会亡国吗？今日退朝，明日清晨，本宫要让你们4大世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9天神火。死鸭子嘴硬，老夫倒要看看，明天早上他是乖乖来求我，还是变成一具冰冷的冻尸。青黄，接着！神明啊，这黑乎乎的圆盘是什么？这铁疙瘩又是什么？竟然能从虚空里源源不断的冒出来！这叫黑金神火炭，一块能烧2个时辰，烧起来无烟无味，比你们的破银霜炭暖和100倍。那世家的破魔炭跟我这蜂窝煤比起来，连个屁都算不上。李亲王，把这些东西连夜搬进大殿和皇宫，明天一早给我狠狠打那帮贪官污吏的脸，把他们囤的那些天价木炭全都打成一文不值的废品。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大钱真正的天！谨遵真神法旨，明日青皇定教4大世家灰飞烟灭。让开，别挡道！诸位大人，再忍忍。皇宫的炭库昨夜子时就彻底空了。长公主殿下金枝玉叶，哪里受过这种冻？想必此刻正心急如焚，等着老臣去送炭救命呢。丞相大人说的是，今日殿下若不交出虎符兵权，不答应与大公子的联姻，别说他自己，这满朝文武连带宫里的小皇帝，全都得去阴曹地府里挨冻。木炭就是我的刀，这天灾就是我的事。今日之后，这大钱的江山迟早要改姓赵。走，随老夫去觐见。我操！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我冻糊涂了？赵丞相，你在殿外磨蹭什么？还不滚进来！殿下，这是何等妖法？宫中木炭明明已经全部耗尽，这铁疙瘩里烧的是什么妖物？妖物？赵渊，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不是什么妖物，而是上天垂怜我大钱苍生，有9天之上的真神亲自赐下的黑金神火炭。此乃神界吞炎兽，只需1块黑金神火炭，便可燃烧4个时辰不灭，无烟无味。其散发的天火之威，胜过你那狗屁银霜炭100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天下怎会有如此神奇的东西？这定是你使的障眼法，是会散发毒气的邪物！诸位大人千万不要上当！老东西还在嘴硬，不给你点物理级别的降维打击，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在天灾面前当盘菜了？妖法！尔等蝼蚁，安敢质疑神明？真有神明，真的有神明啊！赵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拿几根破木头烧出来的炭威胁本神的人！今日
本神便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垄断。李青黄听令。青黄在，恭请真神法旨。即刻开仓。本神已在太庙广场赐下10万斤黑金神火的炭，以1文铜钱10斤的价格，凡我大前子民，无论贵贱，皆可享用天火。神明万岁！长公主万岁！比杂木柴还便宜100倍呀！我们不用冻死了！苍天有眼降福啊！只剩2黄金囤积备用炭，现在连1文钱都不值了，资金链全断了，4大世家完了！神明饶命，殿下饶命，老臣知错了，老臣愿意把所有家产全部捐出，求神明和殿下饶老臣一条狗命啊！晚了，传本宫懿旨，4大世家囤积居袭，趁火打劫，意图谋反，罪无可恕，即刻将赵渊等首恶拿下，满门抄斩。抄没4大世家所有财物，粮食全部分给京城百姓，金银古玩尽数送入皇家冰窖。本宫要将这些赃钱尽数献给真神先生。多谢真神先生庇佑，世家之乱已平。这20个大箱子中，专有黄金10万两，白银300万两，以及历代名家绝笔字画1000余幅，还有无数珠宝玉器，皆是青黄献给先生的微薄祭品。青黄，你这一次干得不错。先生，还有一事，青黄不敢瞒你，抄没4大世家的所有粮仓，只凑出了3万只粮食。如今有100万百姓，就算都勒紧裤腰带，每天只喝1碗稀粥，也撑不过半个月。再没有粮食，刚从冰天雪地里活过来的大钱还是要亡。青黄无能再救大钱一次，无论先生要什么，哪怕是要青黄的性命，青黄也绝无二话。李青黄，你站起来，哭什么？不就是粮食吗？有我在，饿不死你的百姓。把这些东西都推过来，今晚老子不去倒腾煤炭了，我去给你们买奇迹。大钱1两约合现代30克，10万两便是3吨。18亿的铁粮，足够解决眼下所有困局。当务之急是给这笔财富找一个合法身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笔财富体量太大，一旦暴露，带来的不是富贵，是无妄之灾。必须立刻搭建合规主体，把这片地盘牢牢握在手里，筑牢大本营。村长，这片卧龙山连带后面那3座荒山，50年的承包权我全包了，钱现在就打给你。喂，我要在卧龙山庄周围建一圈5米高带高压电网的混凝土围墙，安保等级照着军事基地建，3天内必须拉起外围封锁线。钱不是问题，工钱我给3倍。先生一定在忙，我不能催他。可是，再没有粮食，百姓就要饿死了。李青黄听令，立刻召集城中所有还能动弹的壮劳力，把太庙前那个上万平米的汉白玉广场给我扫得连一根冰碴都不剩。准备接货！传令下去，所有能动的人，全部去太广场扫雪。真神要赐下粮食了！我们来矿北城。在现代工业过剩的产能面前，所谓的无解死局，不过是花点小钱就能碾压的小事。那是龙王的白玉龙骨啊！那是今日用的琉璃天幕，还有九天西堂，真神显灵了！全军听令，按照我传过去的图纸，把那些白玉龙骨插进地里，弯成红形，把琉璃天幕罩上去，边缘用土压实，把营养土铺在大棚里面，把种子撒下去，浇上水，动作快！推上电键盘，让大钱重见天日！神明真的将天界的太阳生生起了下来，求
浸在这结界之中了。菜是青菜，我吃到青菜了，我们不要饿死了！北狼来了，他们都饿死了。先生，边境传来消息，北狼国的牛羊全部冻死了，他们已经开始向南迁徙了。天灾刚平，温饱刚解，兵祸已至，正好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工业暴力。勇士们，看啊！大前人的城里有紫红色的耀光，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种出了粮食。他们有燃烧不尽的黑石头，杀进去抢走他们的火场。第一个登城者赏黄金10000两，封万户侯。弓箭手，准备！引击全废，攻险尽断，我们拿什么挡这30万疯狗？先生，北狼30万大军压境，青皇会守住城门，直到最后一个百姓撤离。30万冷兵器军队，连个热武器都没有，就想顶着零下40度极寒玩人海战术，真当现代工业是摆设啊！李青皇，谁允许你死了？你是老子选中的人间代言人，这天下只有你欺负别人的份儿。听着，马上去给我调10台超大功率的重型消防高压水炮，只要水泵和水炮头，再配上最大口径的工业级防盗压水管，买不到枪炮，老子不买枪炮。去给我订5万套防爆盾牌和碳纤维防四夫。大疆农业代理商的电话打通没？要那款载重最大的 T50农业质保无人机，给我来10架。最后去调料市场，把能买到的特纯魔鬼辣椒精粉，还有舞台用的烟雾发烟罐，全给我按吨买过来，要最辣最呛的那种。半小时内全部送到地下仓库。赵铁听令，让你的兵穿上这些玄武黑甲，举起绝对壁垒，把那红色的玄冰真龙炮抬上城头，把管子的油给老子砸开护城河的冰窟窿，塞到底下的活水里去，把发电机的电线接上。大前的城墙上连一块石头都没扔下来，他们已经绝望了。先登者就在眼前，冲啊！这是什么妖法？他们能召唤水龙，吐水成冰。想跑，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尝尝现代生化武器的滋味吧。神鸟是不用翅膀也能飞行的钢体神鸟，真神派神兽来助战了！我的眼睛瞎了！神明，大前真的有真神护佑，他们不仅能控水成冰，还能召唤神鸟降下天火毒烟，撤军！胜了，我们胜了！真神法力无边，万兽为约！真神赐大前烈火，赐大前生机，今日又为大前降下雷霆天罚，青皇，此生为神明之命是错。行了，第一波防守反击打完，外患解决了，老子该你们怎么在这末日里建一座连神仙都轰不开的赛博要塞了。长公主殿下，城墙撑不住了，极寒天气把砖缝里的灰烊全冻裂了，再加上北狼大军的撞击，这段城墙的夯土已经彻底酥脆了。若是天气回暖，冰雪消融，或者再有几万流寇撞击，这北城门必定坍塌。可如今城外土地冻得比铁还硬，根本挖不出泥土和青石来修补。我们大前的国门，难道要变成不设防的废墟了吗？难道刚躲过天灾和兵祸，就要因为一道破城门，再次陷入险境吗？李君皇，你该不会是在哭鼻子吧？修补？那种用黄泥巴和碎砖头糊起来的垃圾城墙，修它干什么？纯属浪费时间。李清环，既然老子接手了大前的后勤，
那就不能让我的信徒住在这种破烂里。城墙塌了就让它塌，老子今天教你们什么叫现代工业的绝对壁垒！立刻把太庙广场给老子清空，方圆100米之内不许留一个人。传本宫懿旨，所有守军立刻撤离北城墙，全军退避太庙广场，清空场地，迎接真神赐法。听着，马上给我联系全市最大的水泥厂，要最高刀号的硫酸盐防冻快干水泥，先来500吨，半小时内装车。去钢材市场拉100吨最粗的25号螺纹钢筋，全部结成3米长。给我买10台柴油混凝土搅拌机，对，大管筒的，要全新的。最后去二手工程车市场，给我提一台卡特比尔的大型履带式挖掘机，一定要满油保养好，换成岩石斗。1小时内进卧龙山庄的地下仓库，晚1分，你这个经理就别当了。活物无法跨越屏障，我不能自己开过去。不过没关系，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他自己走过去。神明把地狱里的钢铁巨龙召唤出来了。这等钢铁巨龙，就算是大前最强的武将，在他面前也如同蝼蚁一般脆弱。真神的力量果然深不可测。慌什么？这叫石铁神兽，在我们天上叫挖掘机。李天皇，看好了，以后这东西就是你的专属工程利器。赵铁，别待着了，给老子滚起来！爬进那个四四方方的琉璃种子里去！真神饶命！这神兽会不会一口把我吞了？我上有8十老母，下有3岁孩儿。赵铁，神明赐下神兽，这是大钱的荣耀，也是你的荣幸，还不快去！若是耽误了神命，本宫定斩不饶。别哆嗦了，看到你左手边的那个拉杆了吗？对，就是那个黑色的，往前退。神力，这是开天辟地的神力啊！一击之威，堪比千军万马。这神兽若是用来砸人，30万大军也不够他塞牙缝的呀！真神万岁！大钱无敌！哈哈哈哈！老子驾驭神兽了！老子现在能把这天给捅个窟窿！全军听令，给老子搬到城墙的裂缝处，像编竹筐一样编起来，间距不要超过30公分。把鲜灰浇进那个大肚子铁葫芦里，下3份沙子1份水，用铁葫芦转3分钟。赵铁，你开着石铁巡狩，把那些坍塌的夯土全部推平。是。挖出3米深的地基，今天日落之前，我要看到新的城墙立起来。防守战打完了，冷兵器对砍多没意思啊，效率太低了。既然要反向征服，老子得想办法给你们弄点大口径的。铁为铁，铁石成金。这是什么妖孽般的硬度？这不仅是铁，这城墙里还藏着龙骨啊！有此等神泥铸成，别说北狼国的投石车，就算天庭的雷劫劈下来，也休想伤我大钱分毫。那个远在天边的神明，用几个破烂的铁皮和一堆灰泥，就轻易颠覆了古代数千年的战争法则。有他在，大钱不仅不会灭亡，反而会成为这片冰雪大陆上最强大的帝国。真神赐我钢铁之躯，赐我无敌城防。既然这林东少赛已经永不落剑，传本宫懿旨，即日起大钱转守为攻，全军开始操练。
待大军熟悉石铁神兽与神火装备之日，便是我大前铁骑反向狩猎北狼，征服这冰雪世界之时。防守战打完了，冷兵器对砍多没意思啊，效率太低了。既然要反向征服，老子得想办法给你们弄点大口径的。物理超度装备了，比如能打空爆弹的农用大口径无缝钢管，再配点驱鸟用的铝热剂。下一次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火力覆盖。长公主殿下，全军集结完毕，将士们顿顿吃着真神赐下的土豆、白菜和牛肉干，体力比暴雪前还要强悍3倍，身上穿着神门的玄武黑甲，手里握着削铁如泥的神兵。3个月前，北狼30万铁骑踏破我边境，杀我子民村寨，他们把我们的老弱妇孺扔在雪地里冻成冰雕，把我们的粮食抢光烧尽，这笔血债我们刻在骨头上。今日大军杀入陈天狼庇佑，生前胡言烈为死去的大前子民报仇。3个月前，凛冬降临。大前亡国在即，我们冻死在街头的百姓，尸骨堆成了山；我们饿死在路边的孩子，手里还攥着半块冻硬的树皮。北狼男人之威，30万铁骑南下，想把我们斩尽杀绝，抢走我们的火种，抢走我们的粮食。但我们没有死，因为上界先生赐下了天火，赐下了粮食，赐下了刀枪，我们活下来了，我们站起来了。今日不是他们来杀我们，是我们去讨回公道。凡犯我大前者，虽远必诛；凡欺我子民者，血债血偿。踏平天狼城，活捉呼延烈，让北狼的蛮子知道，大前的天是神明护着的天，大前的人是不可欺的。只是北狼国的大本营天狼城，乃是用千年寒冰和糯米夯土浇筑而成的冰堡，冰城坚滑如镜，道枪难入，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军虽勇，但若没有破城的攻坚重器，强行攻城，必定伤亡惨重。卧龙山庄保安没有大炮，红衣大炮那种装填半天只能听个像的破铜烂铁，也配叫大炮？李清环，既然你要打灭国战，老子就送你一场真正的火力覆盖，让北狼国的蛮子见识见识什么是降维级别的爆炸美学。王老板，我要12寸的重型高空礼花弹，能打到500米高空，炸开覆盖半个球场的巨无霸，给我来5000发！里面的火药给我装到安全极限，别管什么颜色的好看，只要爆炸威力最大、声音最响的就行。铝粉和镁粉多加点，我要那种能把人眼睛闪瞎的强光。高铁约好了，把那黑色的铁管子架起来，底部用沙袋电包30度，炮口斜指天空，每门炮后面堆3米厚的沙袋当防护墙。打开那些木箱，里面那些比人脑袋还大的圆球叫9霄连珠，把球从关口塞进去，引线留在底部的小孔外。点火之后，所有人给老子往后跑50步，捂住耳朵，张开嘴。谁要是找死凑近了看，神仙也救不了他。神明保佑！所有人往后退50步，快，捂住耳朵，张开嘴。李清皇，神明保佑！所有人往后退50步，快，捂住耳朵，张开嘴。这是真正的天谴啊！那爆炸竟然还会变换出万千色彩，
那是神界的法则，那是撕裂苍穹的仙术啊！如此山镇的城墙简直如同纸糊的一般，别说冰雹，就算是天庭的南天门，也能一炮轰开。这就是神明的火力覆盖吗？在这样的伟力面前，北狼国的冰雹，哪怕是用金刚石垒成的，也会被炸成粉末。神明赐我九霄雷眼，今日大前不减封地，踏平天狼城就在今日。踏平天狼城！靠2条腿走到北狼国，不得把脚冻掉？老子这叫风火轮铁兽，不用吃草，只要喝那种黄色的神水，就能日行千里。赵铁，把大炮和雷焰珠全给老子装在铁兽后面拉着。给前锋营发天火枪，背上炎魔冠，遇到兵强不用打，给老子直接化了他。遇到敌人躲在房子里，直接把炎魔冠扔进去，点火。全军出击！全军听令，目标极北冰原，全速前进！真神，青黄出发了，待我为您将这天下的版图尽数打下。去吧，让那帮还在玩弓箭和投石机的古代人感受一下什么叫降维级别的现代火力学。呼延烈，准备好迎接你的烟花盛宴了吗？加速，目标天狼城。3个月前，我还在冰窖里绝望祈祷，以为大前必亡。是他隔着一道时空壁垒，递过来一杯滚烫的红糖水。如今，我们不仅活了下来，还踏平了北狼，开疆拓土。这一切皆是拜他所赐。这帮游牧民族还真富得流油啊！这颗无烧鸽血红，净度和颜色都是顶级的，放现代加斯度拍卖行起拍价就得1个小目标。不过，老子不能冷总当个倒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大钱的资源再多，也总有挖空的一天。要实现可持续的跨界垄断，就得让大钱具备自己生产工业品的能力。物理学的火种，点燃一个时代，足够了。真神，青黄已肃清北地，凯旋而归，大前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全赖神明庇佑。青黄代大前100万子民叩谢真神大恩。别急着庆功，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你们现在穿的、用的、打仗的武器，全是我从天界送过去的。一旦哪天我停了攻击，你们大前就会瞬间被打回原形。所以从今天起，我要教你们仙界的大道法则，让你们凡人也能自己造出神明之物。这鬼画符一样的符号是什么？力、质量、加速度，还有这摩擦生热。这是神界运转的底层天规啊！将这等造化之秘赐予我等凡人，此等大恩，粉身对骨，难报万一呀！别在这鬼嚎了，翻开第1页，那叫格物致知，也就是科学。现在老子给你们演示一下什么叫掌控雷电的科学。赵铁，出列！赵铁，看到发电机侧面那个铁摇杆了吗？用你最大的力气，给老子疯狂的摇，越快越好！真神，这法器里不会喷火吧？会不会把我电成焦炭啊？神明让你摇你就摇，哪来那么多废话？通电，郑大学士，把那个铡刀合上。
雷霆，那是雷神之眼。光，神明把太阳塞进那个透明的琉璃球里了。神迹啊！这是真正的神迹啊！别停，继续摇，只要你摇得够快，这光就不会灭。没有油，没有蜡，没有火苗，仅靠转动一根石杆，就能凭空诞生出如此恐怖的光明。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吗？凡人竟然真的可以徒手创雷电和光明，真神！这便是初级物理中的力量吗？这叫机械能转化为电冷，电就是仙界所有神器的血液。有了电，你们就能造电灯、造电话、造电视，甚至能造比微挖掘地更厉害的钢体巨兽。李青黄，我给你的第一道治国考题，让你们大前最聪明的人把这2本书给我背得滚瓜烂熟。等你们什么时候能自己用水流或者烧开水让发电机转起来，让这大前国都的每一个角落都亮起电灯，大前才算真正站起来了。诸位爱卿，听到了吗？从大前唯一刻骨正途，便是真神赐下的物理与化学。凡能精通此道者，不论出身，皆可入朝为官，10亿千户。大前将迎来一个全新的雷电纪元。今年真好啊！是莲花，好大的莲花！你那边现在是什么样子？跟你这边差不多，也在放烟花。楼下小区里还有小孩在放炮仗，吵得很。我爸妈今年去海南过年了，就我一个人，顺便买的。现代的破铜烂铁不值钱，你带着玩。哎，你哭什么？不喜欢就扔了，我下次给你带别的，带金的，带钻的，想要什么都行。我喜欢，林野，我很喜欢。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我以为我会在那个冰窖里冻死，以为大钱会亡，直到你出现，递过来那杯红糖水。那时候我就想，不管你是神明还是妖怪，只要你能救我的子民，我这条命就是你的。可后来我发现，我不想只把命给你，我想摸摸你的脸，想喝你亲手泡的红糖，想和你一起吃一顿火锅。我想站在你身边，而不是永远隔着这道墙。会的，等开春，我给你送一批太阳能板，让皇宫里的灯永远亮着，再也不用你要发电机。等夏天，我给你送西瓜和冰激凌，让你尝尝冰的味道。等你把物理书学完，我给你送电脑，送视频通话的手机。到时候，就算我不在仓库，你也能随时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道墙拆了，然后牵着你的手，带你去看我的那个世界，带你去看海边的日出，去看秋天的枫叶，去吃遍全世界的美食。青黄等你，无论多久，我都等你。什么时空财阀，什么稀有矿产，我赚这破天的富贵，从来都不是为了到当什么世界首富，只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砸碎那道3.72毫米厚的墙。液压泵杠杆原理，真神说过，到时候我要开着神兽，把整个北方都打下来，献给先生和殿下。他在为我砸墙，我在为他铺路。总有一天，我会穿过那道墙，站在他的身边。